好的，那么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魔王快报。我是你们再不整点活就要被开除恶魔级的切西亚大人。要整点啥呢？虽然人类也挺有意思的，但果然还是要游戏啊！干脆来给大家讲游戏资讯吧。PS5 在11月12日已经正式发售了。定这个日期发售，以我高见非常的不理智。前一天就是双11，许多人类纷纷化身尾款人，这也逼得大部分玩家要在这两笔消费之间做出抉择。不过好在，为了促进消费者的多巴胺，索尼10月9号发布了新的 PS5 发售广告片。在新的广告片《探索新世界》中确认了 GT7、瑞奇与叮当、分离和 Returnal 等游戏将在明年上半年发售，而好评如潮的《地平线》的续作《地平线：竞技西部》将在明年下半年发售。都讲到这儿了，就悄悄跟你们说，前几天 GameSpot 发布的 PS5 及 Xbox Series X 的部分游戏加载时间对比，选择了《荒野大镖客2》、《最终幻想15》、《命运2》、《怪猎世界》、《蝙蝠侠：阿卡姆骑士》等5款游戏进行测试。除了大镖客2 XSX 略微领先，其他的都是以 XSX 的绝对优势碾压 PS5。但加载时间毕竟不是决定东西好坏的决定性要素，像之前的《刺客信条：终身平等》是《刺客信条：奥德赛》，在整体运行中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你能不能稳定不掉帧。这不，还没发售前 XSX 就拿到了《刺客信条》的新作《刺客信条：英灵殿》作为自己机器好坏的标杆。Eurogame 的新闻编辑透露，英灵殿在 XSX 上的载入时间仅需要短短5秒，5秒时间真是都不够艾比挥一杆高尔夫球杆。但这跟之前 GameSpot 发布的评测互相冲突，5款游戏中加载最快的《怪猎世界》也加载了整整35秒46。也许 GameSpot 上的机子是2手机吧。像下面这位提前订购了一台 Xbox Series X， 期待满满的等待着新机子的到来。结果东西到了，打开一看，嚯，崭新的 Xbox One X， 吓得这名玩家赶紧检查了3遍是不是自己买错了。最后确认没有买错，是购物平台 Telstra 的问题。说了多少遍了，电器上京东买，怎么就是不听呢？刚说到哪儿了？说到主机和刺客信条啊，那就不得不说起亚洲的强大。维京人来到亚洲，油水都还没有开始捞，获得的增幅倒是不小。人们挥舞着战斧，一斧头砍过去，好嘛，受的伤小了，流的血少了，喷血、残肢、尸横遍野，各种来自地狱的景象都消失了。倒是女人们不行了，比以前怕冷了，自然穿的衣服多了，这我是忍不了的。凭什么男人加强，女人削弱？这波女人多穿衣服，不得把拳头打到玉璧脸上？但玉璧动作还是很快的，啪的一下就把道歉信写出来了。大致内容可以理解成：我错了，但不是不改，是改不了。主机端上的英灵殿和谐了血肉， PC 端的可就不一样了。前几天，一名热心人类发现自己的英灵殿的啥关键字丢失了，变成了一个方框。按照这和谐技术，倒也算得上世界上数1数2的，成功的将血腥暴力的28和谐到另一个层面的28。这种和谐关键字的做法也不错，能起到可一尽百的效果。很多游戏看见了，可能都要思考自己应该怎么改，不然到时候和玩三国杀，我出都没人出闪了，从此大四方出一条血路。说着说着就变脸色，不如顺势给大家看个黄图吧。前几天赛博朋克又跳票了。熟悉波兰蠢驴的玩家们还好，毕竟从巫师3到昆特牌就没有波兰蠢驴跳不了的票。如果硬要说有什么企业文化，跳票估计就是新一代的波兰蠢驴的代名词。但因为赛博朋克2077而关注到蠢驴的新玩家们不乐意，纷纷在网上宣泄了自己的愤怒。这倒也是能理解，毕竟我也很愤怒。这不，微软先带头开启了赛博朋克2077的退款通道，表示玩家在游戏正式出来前，只要想退就能退。而早在几天前 ，TGA 的主持人就发布了推特，明确表示今年的 TGA 评选将不会有赛博朋克2077，但出于可能游戏会拥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成就，所以最后还是表示明年才有你。这都是玩家们愤怒之声正确传递到的结果啊！相信蠢驴们会尽快争取，不要又跳票了。虽然已经有内部人员把2076年之前的详细跳票理由都透露出来了。扯远了，说回愤怒，愤怒是生命个体的情感。我相信你们人类也会愤怒，但无论如何，不要让愤怒冲昏了你的头脑，保持理性也是很关键的事情。赛博朋克2077的首席设计师发出声明，呼吁粉丝停止对员工施加死亡威胁。这种事情哪怕是在我看来，都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做的事情。老牌英国游戏杂志 Edge 第352期发布，评选出了他们认为的本时代最好的12款游戏，其中包含了全平台的优质游戏，排名不分先后。守望先锋作为这12款游戏中唯一一款网络 PVP 对战游戏，无疑是压力巨大。虽然暴雪早就发布了守望先锋2的大饼，但现在看来仍然是遥遥无期。
很多人都在期待着暴雪的作为，顶着这样的压力，暴雪居然宣布停止了旗下超级 IP《星际争霸2》的付费内容更新。这些种种仿佛都是在说：呵呵，炉石传说赚钱赚大发了。到现在还在坚持每天努力干原神的人，相信不是真爱粉就是氪老了。大部分玩家在经历接近2个月的长草期，基本上就只能坚持每天上号打打每日了。熬了那么久，终于等来了原神 1.1 更新，主线更新的同时新增了一名世界 BOSS 公子。愚人众莫袭算是11个执行官中最弱的那一只，以主雷属性亮相，但同期的新卡池居然就能把这名反派、这名世界 BOSS 抽出来给玩家使用，这合理吗？而且玩家并没有办法体验到雷属性的公子，只能抽到水属性的，也就是实锤了公子是隐藏实力来玩家这里偷吃甜甜花酿鸡的。这波公子至少在第5层，这属性藏起来了都不算啥。隔壁明日方舟的主角阿米娅直接变身，随着新主线的推进，阿米娅将会模仿伙伴陈嫂的剑术，成功从一名法师升变为一名战士。甘道夫看了直呼内行啊！快进到切西亚升变为不用整活的高阶魔王管理层。好了，那么本期快报就到此结束了。下班，各位下期再见，拜拜。